这是我见过最变态的两兄弟，他们专门绑架无辜少女，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。等玩腻了，再用鱼线缝上2张嘴巴，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活活嘎下腰子，卖给黑心商贩，最后留下女人的后花园供以后继续享用。兄弟俩平日靠着一辆冒牌救护车，躲藏在偏僻路段，一旦监听到有人拨打120，就会比真正的救护车抢先一步来到病人家中，然后冒充医务人员将病人送上救护车。病人看到他们身穿白衣，自然也不会有所戒备。然而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场掏心掏肺的旅途。这天，3个女孩外出登山，走在前面的丽莎一回头，不料踩中一块石头，扭伤脚踝。闺蜜立马为她呼叫救护车。然而这次来的正是变态的嘎腰兄弟。简单检查以后，他们以伤势过重为由，要求丽莎和他们去医院做详细检查。2个闺蜜本想一同前往，但她们以救护车超载为由拒绝了2人。将丽莎送上救护车后，给她戴上了特制氧气罩。丽莎只是吸了一口便晕了过去。兄弟俩将丽莎放在手术台上，用剪刀剪掉身上的所有衣物，正准备嘎腰子卖钱时，看到丽莎完美的身材，兄弟俩又想到了一个变态的玩法。到了第2天，丽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老大为她送去了早餐。被绑架的丽莎愤怒地将早餐推翻，然后质问对方要干嘛，而威廉也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将丽莎按在手术台上，想要霸王硬上弓，不料却被他一脚踢在脸上。愤怒的威廉直接威胁丽莎，如果再不听话就要嘎她的腰子去卖钱。听到这话，丽莎也不敢多做反抗。当晚，威廉再次回到密室，并趁她熟睡之时做了禽兽之事。到了第2天，单纯的小胖为丽莎清理伤口，精神紧绷的丽莎直接将小胖踢翻，但小胖说他只是来送早餐。饿了2天4夜的丽莎直接对着面包狼吞虎咽。等丽莎吃饱喝足后，威廉走进密室，为了让丽莎屈服，他二话没说便给了丽莎一耳光，然后抓住丽莎双脚，问她有没有做过足底按摩。天真的丽莎以为人贩子改邪归正了，于是便乖乖交出狱卒，不料下一秒直接将对方的双脚掰断，丽莎疼得大声惨叫，而威廉却是一脸兴奋，全然不顾对方撕心裂肺的哭喊，仿佛丽莎叫的声音越大，他就越兴奋。丽莎疼得站不起来。接下来，威廉又拿出一瓶药水，告诉丽莎可以治疗骨折。单纯的丽莎又相信了人贩子的鬼话，张开嘴巴乖乖等着。可当药水滴进嘴里，她就发现了不对劲。接着，威廉又残忍地掰断丽莎另一只脚，趁着药效发作时再次行了禽兽之事。2分钟后才提上裤子。从这之后，丽莎开始筹划如何逃跑。到了第2天，小胖为丽莎送去早餐，却撞见丽莎在穿衣服。丽莎也没有丝毫遮拦，很开放地面对小胖，但害羞的小胖早已扭过头不敢看。直到丽莎发话，他才回过头来，看着与威廉性格迥异的弟弟。丽莎立马使出美人计诱惑小胖。看到这一幕，单纯的小胖吓得直接跑出密室。密室发生的一切全被威廉用摄像头看在眼里。等到下午小胖来送水时，甚至让小胖帮他擦背，之后还对小胖适当的表达了感谢，这让摄像头后的威廉很是生气。他在弟弟面前乱扔东西，发泄完怒火之后，准备对丽莎实施侵犯，没想到丽莎却表现得异常主动，这让喜欢强迫别人的威廉瞬间没了兴致。到了晚上，小胖来到密室收拾餐盘，丽莎再次对他使用美人计，还让小胖依偎在自己身旁。单纯的小胖没能抵抗住诱惑，就这样和女神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。这一幕让摄像头后的威廉非常愤怒。等小胖回到厨房，他立刻找过来质问小胖。单纯的小胖不以为然，他甚至还幻想丽莎能够和他们兄弟俩一起生活，直到哥哥让他离丽莎远点，小胖才满是愤怒地看着哥哥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3个人一起生活，但哥哥只是说，如果你不乖乖听话，他就会立马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丽莎。气愤的小胖只能像个小孩一样撒泼打滚。从此以后，小胖只能趁哥哥不在，偷偷来到密室感受丽莎的温柔乡。不料这次被撞个正着，但威廉并没有当场发火，因为他们要赶紧去工作了。监听到救援电话的2人立马开着救护车出门了，没一会便带回一头野生男孩。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，直接对男孩掏心掏肺，全然不顾对方撕心裂肺的求饶。丽莎在一旁全程目睹一切，吓得惊声尖叫。没一会，男孩便疼死过去。成功取出腰子后，男孩被装进袋子中运送出去，丽莎也被吓得晕了过去。趁弟弟出去抛尸的时候，变态的威廉竟然拿出鱼钩和鱼线，活生生的将丽莎的嘴巴缝了起来，另外一张嘴巴也没放过。等小胖回来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女神成了这副模样，气愤的和哥哥扭打起来。失去理智的小胖变得力大无穷，当场便把哥哥砸晕过去，然后赶紧为女神拆掉鱼线，接着为丽莎擦拭身体。就在小胖清洗毛巾时，丽莎也醒了过来，趁小胖不备，直接拿起氧气罐对着小胖的脑袋狠狠砸去。趁兄弟俩还没醒来，丽莎顺利从这座建在废弃防空洞的密室中逃了出来。3个月以后，兄弟俩再次监听到了救援电话，看到受伤倒地的美女，2人赶紧上前准备救助。
不料美女突然掏出电击枪，将威廉放倒在地，身后的小胖也被另一名女孩电晕。等威廉醒来后，发现丽莎竟然在自己面前，而他们兄弟俩也被关在了自己作恶的密室中。周围还有好多曾经被他们残害过的受害人家属，他们个个手持利器，是要将自己亲人曾经受过的伤害加倍奉还。丽莎走出密室，联系到了那个收器官的贩子，商量好将兄弟俩的腰子以10块钱3斤的价格出售。而在密室中，变态的兄弟俩早已被疯狂的家属们折磨得面目全非，在痛苦中失去生命。